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下到很深，你就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一些生态。你就是小美人鱼耶！现在我们来巴厘岛，要吃一个这里必吃的一种饭，叫做巴比古利。你要是喜欢那种脆口感的食物的话，你会超爱这个皮。口感的享受跟大家说那什么颅内高潮的享受，超美的，就是隐身在山林的一个天池的那种概念，就是仙境的那种感觉。天使洗澡的地方。造型来到度假胜地巴厘岛，喜欢 outdoor 的朋友绝对会爱上这里，因为呢，只要跟着当地人拍拍照，就会发现岛上迷人的魅力。我们在那个佩尼达小岛上面，现在要去体验一个大家一定要去，而且往美东海前面打卡拍照的一个 Tingling Beach and Forest。它就是丛林游泳池，顾名思义呢，我们就是要先去丛林里面，然后找到这个游泳池。没错，我们刚刚开了1个小时多的车程到这边之后呢，我们要换机车，因为里面的路太小了，车子没办法进去。那我们没有机车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有当地的机车骑士们，没错，他已经在那边排站等好我们了，我们就选一个看得最顺眼的上去就可以了。这是联谊的概念吗？联谊抽钥匙啊！哇，我没有抽过钥匙哎，我好像只有抽过一次。钥匙，那应该把他们钥匙集中，然后我们这样子拿。好，对，那我们抽钥匙，集中钥匙啊！缘分就是这样来的，在那边直接看对眼，旁边的人都在瞪你，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怎么办啊？不然选你好了。抽钥匙，这个就是命中注定，对，命中注定，全部的钥匙都在这边。一个个分析，哎，这么长，这么长啊！这个感觉就是你知道很奇花。对啊，每个钥匙有不同的个性，那个还是像军牌的那种。这个感觉就稳重。然后这2个都是务实，很长，怕掉。这2个应该是粗心大意的人。这个挂脖子上，这挂脖子上的。你没抽过，让你先抽，你对哪个最有？我要这个，因为它搭配我的红色。哦，你要这个是不是？对，我要一整套一起的。那我看一下我要哪一个。长哦！我跟你讲，那个粗心儿童啊，挂脖子，这个至少挂在这边，感觉就是很常掉东西，所以才要逼不得已弄一个这个，好不好？我看一下，哦，胖达哎，有没有卡瓦萨基？雅马哈，我觉得军牌这完了啦！我选哪一个？对，不是选牌子，不是我们联谊，不是在选牌子啦。毕竟我没有在骑车的人，你知道牌子这件事情。好，那我知道了。选感觉。我要选这个牌子的。我也觉得对，比较适合我的个性，有没有？对。他们在笑，他们在笑。我们选这个牌子哦，这个牌子怎么了？感觉很雷耶。他们在笑。我现在不相信你选人的眼光，你之前2次泥巴站都选很奇怪的人。我这已经看不到人了，我还选错吗？好，那你先去。哇塞，哇，这有点厉害耶！好吧，看吧。怎么了？OK， 谢谢。满意耶，这台蛮帅的哎，大车。可以哦。上车喽。那换我。呼。你的风格有点害怕。我认为你说不会选嘛。车哎，这个风格，You？ Yes。确定吗？他发给你看。
OK， 是他的车没错，我只是觉得看起来很不像他的风格，有没有？好，那剩下就是交回去认领。是，我就说了，李一不会选人嘛，每次选钥匙也选不对，选人也选不对，到底会不会选？很堪忧哎！要是他今天没有我怎么办？哎，还是没有什么帮助。他刚刚问我有没有就是皮泡的，有没有烟尘柜那种 ？OK， 我等下给你。不行，他被搭讪了。人家刚要抖音，你看我的就是务实、认份，也不会多聊天，这样就是你知道，非常的沉稳，很会选。他每次都选到那些过度热情的人。Go！ 耶！出发！看一下前面。这个路有够颠簸的。这个小岛它那个每次开车不能开太快，因为路很窄之外呢，它也非常颠簸。哇，这个偏硬哎。有越野车的感觉，旁边很多那种小碎石啊、小石头，你要是一个不注意的话，你可能就大滑了。然后我现在穿短裤，我的安全、生命安全就交给我前面这位骑士了。而且起来之后变得好凉快，因为整个就被树包围，所以天气很凉。他们骑这个这么不好骑的道路，但是还骑得有一点点速度，真不愧是当地人。真不好骑耶！如果太不小心重心不稳，我就会飞下去。因为我们现在离旁边悬崖有点近。哦，这边偏远。没有道路，就是一个坡，一个下坡。我现在凹腰，有绳子，低头，有绳子。你看，我现在很靠边边，因为旁边很多落叶，这里有可能会滑，会车。应该是租机车载妹来崇礼游泳池。哇，很颠簸，哦，一个大下坡，这个刹车，哇，这个机车性能要很灵敏，不然这个道路真的很难骑哎。下坡太陡了，所以我又很怕我直接压到前面，所以我等于是用手的力量来支持。到了，手偏酸哎，因为你要一直 hold 着，对啊，因为很多下坡，你不一直 hold 着的话，你就会整个人扑在他身上。我整个超怕我扑在身上，而且我一只手抓不住，我两只手抓哎，真的是有够酸。你两只手，那你这只手拿GoPro？我就说等一下，那我要两只手抓，我就这样。没有，我就一只手这个，然后一只手这样，然后我就一直这样，我很怕直接奶贴啊。对，我刚刚也很害怕，因为它太多一些很窄，然后石头路，然后因为它的道路就是这左边一点感觉比较多人走，右边的话就是比较大块石头，所以它都一直靠左边，可是左边离悬崖又很近。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说，天哪，我真的生命安全整个人都交给你了。如果他骑那么贴近悬崖的左边的话，他只要没有弄好一个大石头，如果他就是直接这样踉跄的话，我们会直接飞出去。所以这种机车性能就是真的都要蛮好，他们的轮胎啊或干嘛这种细胎，对。然后因为很多那种小的碎石头或者是落叶，以我们骑车来说，这种很容易打滑，所以它那个东西都抓地力就要很强。不简单，短短10分钟的路程，根本就是骑车爬山的概念。碎石一堆就算了，旁边还是悬崖峭壁，
根本就是考验骑士和乘客的默契。要是失控打滑啊，别说丛林游泳池了，直接收工说拜拜呀！不要啊，不给你们在前面啊！不要这样，果果的膝盖没那么快啊，果果的膝盖，你们不要这样。果果等下会哭出来的，等我一下。他刚刚说你比人家小100岁。有郭刚很疑惑说我们有吗？我说没有，郭哥，我们当然没有。我们这里已经可以听到海浪声了，你看那边。蓝蓝的这个就是海吗？对，可是泳池好像有2个，然后有一个是离海比较近。它虽然丛林里面，但是好像是可以看到海的。我们刚刚骑车过来的时候，那个路有够崎岖跟颠簸，可是这边却又有阶梯耶。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有阶梯的这个安排，应该是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很多人来这边拍照，他才特别塞了这个楼梯，让大家可以去拍到自己喜欢的照片。我们现在真的是在一个有点制高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下面真的就是山谷感，对啊，而且充满了一大堆的楼梯要下，我想到等一下爬上来就觉得脚很酸。对呀，我最讨厌爬楼梯，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播出时间不一定，但是行程上安排呢，我们前天刚攀岩完，然后昨天呢，我们是要干嘛？哦，浮潜。然后我们现在又开始走这些楼梯，已经连续3天了，我们的腿有点炸，就是大腿肌开始有一点点酸痛，屁股也很酸。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觉为快到啊！哦，那边好像有个池吗？是不是？是它吗？好漂亮哦，圆圆的，好像拍电影的场景哦，超美的，就是隐身在山林的一个天池的那种概念。从下面的泳池一直到上面的岩壁，这是活水吗？而且它是蓝绿色的，超漂亮，超美。对呀，而且它就在这个悬崖峭壁，它被悬崖峭壁包围，然后突然出现这个，你会有一种 Oh my god， 就是仙境的那种感觉。天使洗澡的地方，对，就是赵灵儿洗澡的地方。一边游泳一边错。哎，我觉得值得，我们不是这个，对不对？我们还要再往前，就是这个很漂亮，但它这边有2个，这一个是没有靠近海边的，我们下一个会比较靠近海边，我们要去下一个应该感觉会比这边再更美一点，然后阳光再更充足。这已经很美了，还会有更美。真的阿兰，光是第一座水池就够仙了。我好奇，等等要去的丛林游泳池又是怎样的美景呢？而且越往里面走，每一个转角呢都藏有惊喜。小心风好大！哦 ，My God！ 哇塞，好久没有荡秋千了，真的耶！都要这样拍啊！秋千，我应该站在你后面。我们一起，我应该要站在你后面。我们一起啦！准备，我要站着。你要站着。你确定？这可以？我要摇啊！我要摇，你摇。我怎么摇？我们要对，这样子，对。这样子摇。不要太高。不错哦，好舒服哦。但我们这是面错地方，我们应该要面海。我们应该看海。我们现在是面着岩石。这个是拍照面，大家可以拍后面的海。对，你们现在拍我们的话，我们背景就是海景。但如果你一个人来这边的话，你就是看着海。我怎么有点晕？好，我下来。什么意思？我跟你说，来这里真的会拍爆，蓝天大海搭配荡秋千，怎么摆拍都好看。这种沉浸式的山海环抱感，不仅疗愈身心，更会爱上它。哇，终于到了！傻眼！在海边泡温泉的概念呢，它就很像绿岛的那个朝日温泉，就是面海，然后有池子，只是绿岛是温泉，然后这里应该是冷泉，就是一般的那种山泉水那种
可是你可以在这边戏水，然后面着海戏水。对，而且我们到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多外国人在这边了，然后我觉得它的水非常的清澈，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底部哎。是你就算不泡水的话，因为现在泡水的人没有很多，然后但是那边还有荡秋千啊，还有沙滩，对，所以你就算不泡水的话，你也可以在那边走走啊，然后看一看，欣赏海景，从这样子望过去。你知道，我们以那个外国人当背景，望过去，边泡水，然后边看海，然后如果又有夕阳，又有夕阳又有日出的话，哦，这就约会胜地啊！对，而且我觉得要啤酒，然后再泡在水里面这样喝，哇，多疗愈啊！难怪这么多人慕名而来。对，情侣必来，真的。而且我们骑了这么久，又走了那么多楼梯到这边，真的有一种天哪，我们终于到了，终于有这个，终于到了，苦尽甘来，可以玩水了。看看这座被山海包围的泳池，不只可以享受山林的宁静，还能面对大海的宽阔。也正因为这里太热门，所以建议大家想来呢，得早点卡位，或是选个喜欢的地方，享受属于自己的空间。下去玩水了，但是因为呢，靠海的那个池子呢，人真的很多，我们要男男女女，有一点太 too much 酒池肉林，不是镜头不好带，所以呢，我们决定移来上面这个。它虽然不是海，可是一个海一个靠海一个靠山，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靠海你就会有一种那种身心畅快，然后觉得自己是海边女孩儿。对。可是你在这里的话，会有一种空灵，然后静默，感觉可以在山里打坐的那种氛围。我喜欢靠山，因为毕竟你就是打坐挂的。我是打坐挂，而且就觉得身心灵挂的。是因为我就觉得在这边后面有个背景，然后就觉得一直延伸到上面天空，感觉很像被整个山包围，有一种安全。等一下我们下去，然后景兰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就会说。我跟你讲，你看你的易经、你的八字，然后你的紫微的部分。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手上可以需要贵人更多，接下来20年走大运，加油 ！Oh my god！ 没错，巴厘岛最棒的就是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岛屿的美。不管呢你是山系爱好者或是海派的海人，来这里都能够满足。Famous one, really the popular one, and one of the popular wrecks in the world, and a lot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divers, snorkelers, who like diving over here and enjoy the beautiful things underwater and the fishes, corals. The size of the shipwreck is 120 meters long, and there is a shallow part, the deeper part also. People who go snorkeling, people never dive, and people already have like certification. They can also see the shipwreck in here. It's really big and huge. A lot of corals already grows also. 而且我就听说这个船是美军的船，它是被日本的鱼雷击中之后沉到这边，然后原本只是在岸上而已，但是后来就是比如说阿公火山喷发，然后地震啊，慢慢到越来越深的地方。那它受欢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在很浅和很深的地方，因为船够大，所以它可以看很多。Just like from the beach, it's like only 25 meters.
and then from 5 meters below the surface. Jadi dari kedalaman 5 meter bisa lihat. 而且其实这里就是你就算不是有 license， 就是没有证照的话，它也可以观光潜水下去。在大概12米的地方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船头、船的前段，所以其实很受欢迎。我现在的地点是位于巴厘岛东北角的土兰奔自由号沉船潜点，这里呢又被称为世界级的潜水圣地哦。因为珊瑚礁布满整艘船，所以呢完全就是海底王宫来着。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非常的舒服，对，因为今天的水温大概是28、29度，非常适合下去。穿短裤，所以通常25度以上我就会穿短裤，因为那个水温就是你有一种就是被海水、被阳光紧紧包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下的深度没有很深，因为我另外一个潜伴呢，他就是没有证照，所以他可能只能下大概12米左右观光潜水。然后我们就陪他一起。然后但是因为那个船非常的大，你光船头的部分呢就已经占了12米，你可以看到非常多，船头就已经12米了，就整个非常的巨大。所以它里面已经是充满着鱼吗？各式各样的鱼吗？因为通常沉船就会最后就会变成珊瑚礁的概念，对，然后上面就会住，因为它的杆子上面啊都会有一些珊瑚礁，然后鱼就会穿梭在这边。然后沉船漂亮的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形状的窗户，不管是方的，不管是圆的，所以你可以在这窗户跟窗户之中就是来回穿梭着，仿佛就是小美人鱼。你就是小美人鱼，我就是，你就是塞巴斯汀。为什么我要当塞巴斯汀？为什么我不能当什么？你选那个比目鱼那只叫什么？我忘了。对啊，我只记得塞巴斯汀。那你就塞巴斯汀，要不然你就那个黑色皇后。你说乌苏拉，乌苏拉。对，就是仿佛就是一个俨然的一个沉船宫殿哇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它不用下到很深，你就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一些生态，然后跟沉船，所以其实观光客还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早上的部分，早上观光客，刚教练有说下午人会更多，对，然后早上因为大家早上睡饱，下午就去对来度假嘛，就没有想要早起，所以我觉得早上潜会是很棒的，因为这里的太阳一早就已经很大了。是因为早上潜呢，它观光客相对的少之外，那些鱼也比较敢出来，所以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而且因为是岸潜，你知道那个岸潜，我原本还在想说会不会还要走一段路，没有，它真的就是岸，就在岸边，你知道。然后所有的 BCD 跟气瓶都在水里穿，你在水里穿，你就不用背着那20几公斤在船上，走到海里，你知道吗？背翻掉下去，就是完全不用，你就直接在海上穿，所以其实非常的 easy， 非常的轻松。因为我觉得走下去会有个适应期，对，因为你脚踩得到，然后你慢慢下去，而且它中间一大段，然后你脚都还是可以踩得到地。对，所以有些不安水性或是有点比较容易紧张的，我觉得可以先尝试这个。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呢，以巴厘岛来说，因为巴厘岛其实巴厘岛能玩太多。如果你是专门要来潜水的话，你可以安排到不同的岛去跳岛潜水。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东西都不太一样。对，有些地方土兰奔这里，然后可能你陪你打，然后你龙目岛，你各个地方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安排好可能1个礼拜的潜水，然后在那边待个2天，然后飞回去看不同的东西，都有留念，而且教练都会帮你拍照拍好。这个教练我只能说，我刚刚在水下就像一个 super star。我是被教练耽误的摄影师。我只是说他为什么要给我 GoPro， 我原本拿 GoPro 起来拍，我发现我前后左右夹了2个人，一直在帮我拍，狂录到底哦，然后还塞场景给我说，你就是从这里穿过去。我在上面，你等下穿过去之后就往上，然后我在教你怎么游，这样就是告诉我路线，告诉你怎么样运镜，他怎么运镜，你要该怎么游。然后我就说专业，好，我想说，我就默默把 GoPro 再挂回去。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录东西，你知道，这里的教练太专业，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被那个潜水耽误的摄影师。好，反正大家呢，我觉得巴厘岛真的是不愧是潜水天堂，太值得来这边潜水，能看的东西太多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这边也可以考证照，你就一直在这边全包式完成。可以，教练真的很专业，而且他们真的非常耐心，真的没错。
很脆。你要是喜欢那种脆口感的食物的话，你会超爱这个皮。它应该很像玛瑙，对不对？对，它就是先用牙齿把它咬断之后呢，你再用舌头把它压扁，然后就觉得那个舌头把那个空气挤掉感觉，然后跟你整个口水混在一起，你就觉得说哇，这整个是猪香味非常的浓郁，口感的享受跟大家说那什么颅内高潮的享受。对，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人。因为那个船非常的大，你光船头的部分呢就已经占了12米，你可以看到非常多，船头就已经12米了，就整个非常的巨大。然后沉船漂亮的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形状的窗户，不管是方的，不管是圆的，所以你可以在这窗户跟窗户之中就是来回穿梭着，仿佛就是小美人鱼。相信我，有机会来巴厘岛，一定要来土兰奔的水下世界走走。这里呢，真的超值得的，哪怕你是潜水小白也没有关系，只要专业教练带路，一样可以潜进蓝色世界吐泡泡，让人大饱眼福。而且玩累了，还有一位可是巴厘岛必尝的国民好料哦。喷到这里来哎！刚好有2个。有这边有，这边插着。天哪，表面张力，看看，表面张力，好好喝哦，好甜哦，好解渴哦。郭哥在翻白眼，因为他很想喝椰子。我刚看到你翻白眼哦，最想喝的是郭哥，就我们俩想喝。海边椰子真好，真的。有人家说有气泡感，有气泡感。这椰子要3级作业。这是什么大制作？微微很小，咻咻的吗？有气泡我还好，可是我觉得它喝起来很顺，然后蛮甜的。对，我觉得是清香感，它没有到那种，它有点像宝矿力水得的感觉。对，有点像。在关岛喝的时候会觉得它太甜，然后就让我没喝。哦，它没有甜到那么甜，对，它有点运动饮料的。来到夏日炎炎的印尼，没有什么比来一颗椰子更解渴。对当地人而言，不止随手可得，海椰子的气泡感，喝上一口，保证暑气全消。只是可能大家都太松了，万万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情况。真假的？你要不要把那个软土怎样洗不就好了？你把那个什么包包放上来？对，包包拉你包包先给我，你先不要移动。我没有动啊，它这么高啊，然后自己下来。01包包拿下来啊！对，你后背包给我。重量哦。下来，他自己叫你。没有，我背包很轻。你有把它推起来？我没动。你包包拉链。他们要填你这我不知道。哎，对。你没有影像看不出来它掉下去。哎呀，我们现在空拍机掉下去了，他们在想办法让空拍机滴滴。李一跌倒了。你上来啦！对，学长。有人在这边帮我瞄高点。我看一下那你瞄不了高点，不够高呢。空拍机不见了，怎么办？需要有人在高处看，也有人在低处找。失落的空拍机。当地人一起下来帮忙找吗？我过去看。安静，哪里？有哔哔哔啊！听不到，在哪？有一个哔哔哔。我听到。对，寻找飞机的声音。
这个声音？在那边。在哪里？在这附近。有。在这里，在哪里？这一带。听到了。往前，再往前。你有看到吗？真的啊。你先回来啊！离迷路了，离迷路。李英只剩包包哎。看到了。耶！它是关键的吗？你不要关电，先起来。它是在泥土里面哦。找到了。还有泡水吗？有泡到水吗？你小心哈！没有，放在草中间。李英，你的鞋子。这里我，你的鞋儿。你还没走，我刚。傻眼，这下面太黏了吧！我就说不要下去啊！真的。又不是有人把空拍机弄不见，我们还要下来吗？男艺人哦，找到就好。那么田里耶，他哪看到？我直接叫我看他这样，我想说隔壁割草机了。空拍机他跟我讲说，他跟我讲说，他落在草上，空拍机割草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听到怪声音，我说附近那什么声音？他没有跟我讲话，然后他就往前冲，然后他就跌倒了。李英的鞋子够脏的。那怎么走？等下空脚走洗呀 ！Oh my god！Oh my god！ 啊，等下不会泡脚。天哪！那个泳池的包包里有矿泉水吗？让他洗。现在洗手，现在洗手。啊，赶快手就好。救他们上来。你自己看我的脚，你看看。OK， 那多脏。冲一下。我洗手就好，洗手就好。你就先走，我们先把它走。先把它走完就好。我就讲这样不要下去，硬要下去。来让大家看看把空拍机弄掉的男人，然后让两个女人脚脏的男人，是不是？踩我脚，就他长什么样的？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平常每天都欺负我，最后是报复的时间。阿姨是他。妈看到了吗？这是他，我现在让他去选你了，报复了，耶！没事，意外呢总是发生在意料之外，谁也没料到空拍机竟然大暴走变成割草机。好在我们默契十足，抢救成功。这么好棒棒的团队，当然要好好犒赏一下喽。吃一个这里必吃的一种饭，叫做 Babi Guling。没错，它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在台湾一定要吃卤肉饭，然后韩国要吃烤肉饭。那 Babi Guling 其实就是猪肉饭，就是当地人就是早中晚餐都可以吃它。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在之前在东爪哇的时候，我们几乎是看不到猪肉的，因为那里是信回教，但是巴厘岛是印度教，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吃到很多猪肉的食物。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还蛮大的，而且这家店应该非常的有名。是我刚在门口就看到说外送平台也有来送，对，就在那边，就是 Uber Eats 的概念，已经非常期待。老板娘超忙，我们那边已经等老板娘等了就是半个小时，老板娘终于忙完了。老板娘，老板娘真的生意很好，生意兴隆。老板娘在那边卖多久了啊？Di sini sudah 5 tahun, tapi kita globalnya 13 tahun sudah. 那一天可以卖几碗 Babi Guling？ 2 sampai 3. 2只到3只猪哎，它不是碗哦，它是2只到3只猪哦。哇塞，量很可观哎。烤猪肉饭可算是巴厘岛的国民美食哦，因为搭配香料串烤，所以每家店的烤猪肉饭又各有特色。看看这满满的好料摆盘，真的让人大流口水啊！好的，我们Babi Guling来
来了，而且它其实上菜很快，非常非常。它备料都已经备在那边，就拿就一盘。它那个 SOP 的超级那个系统化，没错。而且在那边吃饭啊，其实常常吃这种饭类，他们的饭都超级无敌的多，但是在饭后面有垫一个这种叶子啊，我都觉得那个摆盘的精致程度，就让我觉得心情很好，愿意多付5块钱。对啊，就觉得哎，拍照也漂亮，然后看起来那个黄黄绿绿的，很有东南亚的风味。是，然后因为刚刚讲到饭很多，但是你看它几乎看不到饭哦，可见它的馅料，它上面的料有多满，大概有个7种左右哦。它其实就是有一种那种大杂烩的感觉，它就是各种猪肉，然后拼成一盘。对，因为像台湾就很喜欢吃3宝饭嘛，什么都要有一点点，烧鸭、对，油鸡，没错，叉烧，有些什么烧肉什么的。对，但它就是这种猪系列的多宝饭的概念。对，它就是猪的满汉全席。啊，假装好像看到一个戏。先走回来，走回来，走回来哦。好，没错，小跑步很好，很青春。那些年我们哇，很青春，跳起来很棒。下一个，喜欢女孩在前面，你要去追她，快点！哇，哎，你会了你，而且你有追到哎。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看不到饭哦，可见它的馅料，它上面的料有多满，大概有个7种左右。它其实就是有一种那种大杂烩的感觉，它就是各种猪肉，然后拼成一盘。对，因为像台湾就很喜欢吃3宝饭嘛，什么都要有一点点。烧鸭、对，油鸡，没错，叉烧，有些什么烧肉什么的。对，但它就是这种猪系列的多宝饭的概念。对，它就是猪的满汉全席。对，而且他们很喜欢加这个东西，就是沙爹啊。对。从哪里开始啊？对呀，你看它底下有各种猪哎，然后还有这种菜，而且还有香肠 sausage。我吃这个黄黄的肉，它好嫩哦，它嫩到我觉得是那种不像猪，很像鸡，还是这是鸡啊？还是很像鸡腿那种嫩吗？是鸡胸，而且是那种有好焖过的那种鸡胸，因为它太嫩了，它的味道就是我们那天做沙爹那些系列味道，吃得出来。香料味比较重，香料味非常重，你吃得出来它不止一种胡椒，而且你也吃得出来它加了不止一种辣椒，然后姜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所以你会觉得说哇，一吃进去其实整个觉得。肉质嫩归嫩，但是它的味道它没有是强烈的，对强烈的味道，但是又搭配那种非常软嫩的口感，你就觉得这两其实是冲突的，但是合在一起又刚好很适合。真的哦，好，那我来吃这个，这个就比较没什么调味，看起来就是猪皮，看起来就是猪皮。很脆。很脆，很大声，我那边也都听到了。是真好吃，是好吃的，脆爆。这个脆爆哎，它比任何洋芋片都脆，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吃之前啊，那个味道已经非常的香。它闻起来就有股淡淡的烤的香气，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呢，那个烤的香气会越咀嚼，然后越浓郁，然后它的脆度是有厚度的脆，对，所以它不会你嚼个2-3下，然后那个脆就没了，没有，它一口你吃进去之后，它卡吱，你嚼个10下哦，连那个嚼到很后面那种小碎屑都还在卡。它整个就是卡兹大王，卡兹界的天后。它真的是，你要是喜欢那种脆口感的食物的话，你会超爱这个皮。然后这个皮，我觉得它不用沾任何的酱，它本身那个烤的香气，还有上面淡淡的一些胡椒粉，就是不是那种很强烈的香料味，但是那个香气再加上它淡淡的调味，我觉得就已经很棒。对，像有些人，像我很喜欢吃鸭，我吃鸭的时候我都非常喜欢烤鸭，对，烤鸭的鸭皮，我觉得吃鸭皮超级享受，因为它有脆完之后，它会有那个汁，那个油脂，最后会跟你的口水混在一起。没错，这个猪皮在吃的时候同等的享受。我刚刚那一块是没有油的，可是你看这一块是有油的，它是皮
然后底下是带油的，所以它会给你2种不一样的皮。你一个部位哦，你可以品尝到很多不同的方式，或是比如说一个带油，然后一个没有带油。对，因为带油脂的话一定会不一样，是因为那个油脂到最后会包覆住整个那个皮，会吃起来脆口之外还会再润滑。对。你就觉得整个在口腔里面的享受是非常非常棒。它这一碗全部的地方都吃得到，全部都吃得到，有不同种猪肉，不同种，给你香肠的，又给你软嫩的，又给你沙爹的，然后不同的调味的。没错。刚刚有个脆碗的，我有看到一个蓬松的，对，有一个蓬松的皮，看起来很蓬松哎。对，那我吃沙爹。好。这个好爽，这很爽，它应该是松的脆，松脆感，它应该很像玛瑙，对不对？对，它就是先用牙齿把它咬断之后呢，你再用舌头把它压扁，然后就觉得那个舌头把那个空气挤掉感觉，然后跟你整个口水混在一起，就觉得说哇，这整个是猪香味非常的浓郁，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口感的享受跟大家说那什么颅内高潮的享受，对，听那个声音，然后你头皮就痒痒的，应该要来录 ASMR， 对，应该要来录这个 ASMR。讲什么口感，我们直接录声音就好，整盘满满的声音不要拍了，重录，直接对他们去厕所录 ASMR。对，这应该也是他们自己灌的。哦，如何？它是有嚼劲的那种，看起来蛮难咬的，不难咬。它吃起来跟台湾香肠不同，因为台湾香肠你就是吃它的肥肉跟瘦肉的比例。对，如果肥肉比较多，它油脂比较多；瘦肉比较多的话，它可能比较有口感。对，但它几乎是整个是瘦肉，而且是肉丝的那种感觉，肉丝的香肠。所以你吃进去之后，你会吃到很多肉丝集结在一起，然后一口咬的那种 feel。然后我很喜欢印尼这边，就是巴厘岛这边的调味是。它永远会给你惊喜，它的调味呢，永远就是你在台湾想象不到的那种味道。可能我刚刚知道这是香肠，我吃进去之后，我会想象香肠是什么味道，可是我吃了之后，它又会开启你另外一个大门，想说哇，不一样的香肠口味，不一样的香肠口感。然后它虽然带辣，可是又不是台湾的那种辣椒的那种辣，它是微微的那种香，然后各种香料味集结在一起。我觉得印尼的香料，就是东南亚的香料，真的很会使用，不愧是巴厘岛来这边一定必吃的一家店。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挑可能大间的店或米店，我觉得这已经是他们的招牌特色，像台湾一样，你卤肉饭就很难吃到雷店，对，因为这就已经是国民小吃那种感觉。没错，不要 double 了，不要 double， 没错，小跑步很好，很青春。那些年我们哇，很青春。下一个，来，你要饰演一个高中生哦。哇，哎，你会了你，而且他还你有追到哎，厉害。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对不对？对，它就是先用牙齿把它咬断之后呢，你再用舌头把它压扁，猪香味非常的浓郁，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是口感的享受跟大家说那什么颅内高潮的享受。对，听那个声音，然后你头皮就痒痒的。应该要来录 ASMR， 对，应该要来录这个 ASMR。讲什么口感，我们直接录声音就好，是整盘满满的声音哎。香肠，这应该也是他们自己灌的。几乎是整个是瘦肉，而且是肉丝的那种感觉，肉丝的香肠。所以你吃进去之后，你会吃到很多肉丝集结在一起，然后一口咬的那种 feel。我觉得印尼的香料，就是东南亚的香料，真的很会使用，不愧是巴厘岛来这边一定必吃的一家店。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挑可能大间的店或米店，我觉得这已经是他们的招牌特色，像台湾一样，你卤肉饭就很难吃到雷店，对，因为这就已经是国民小吃那种感觉。一盘简单的烤猪肉饭，从烤猪皮、嫩切猪肉到香料腌制的香肠等等，不同层次的口感让人吃出不简单的用心。这就跟巴厘岛的多样性是一样的道理。
你总能呢在山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好好放松，梳洗自己，享受大自然回馈给你的正能量。网络版有英文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侠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档。假装好像看到一个夕阳，先走回来，走回来，走回来哦。好，好，从这边走回来。没错，没错，就是这个老人伸懒腰的感觉。不要 double 了，不要 double， double 到，没错，小跑步，很好，很青春。那些年我们哇，很青春，看起来很棒，年轻时哇，好青春。下一个，来，你要饰演一个高中生哦。没错，高中生。顶住！跑过来啊！你喜欢你还在前面，你要去追他，快点！哇，哎，你会了你，而且他还没有追到了。他会自动追掉，这开心。